梦这2天简直在全网杀疯了，一个镜头，一个名场面，一句台词，一个梗，全员成功出圈也就算了，就连一直没露面的幕后小哥也直接爆火，这热度简直绝了。咱就是说，谁家的剧能像他这样自带音效玩得这么花？出轨！就是默认这份爱。我是受害者。哎呀妈呀，这也太有才了！脑洞大的让人吃惊，创意爆棚的让人臣服。这后期小哥绝对是00后无疑了。要不是瞅准了这是官方主页，我还以为自己在刷那些脑洞大开的小视频二创剪辑呢。就说剧里的这一段，男主要给女主付钱，结果摸遍全身上下那口袋比我脸都干净，啥也没掏出来。这时候后期配的音效绝了，音效名字居然叫穷的叮当响，那叫一个应景，而且还完美卡点，简直太绝了。没抢。这种精准又有趣的音效，让整部剧的喜剧效果直接拉满。每次看更新的剧集，都像是在开盲盒，让观众惊喜不断啊！别的剧都一门心思往正经里卷，书卷一梦可当好，就怕不够颠。我第一次在剧里看到真正的2米大刀。为了配上男二这龙傲天式的霸气出场，后期和导演直接人声镜头加逼格音效。真的，音效师已经沉浸在自己的艺术里，不知天地为何物了。女主喝毒酒痛的发出的声音，居然是尖叫鸡的声音，这脑洞我真的服了。老天爷，别玩了，这剧本我不沾了。女主张开双臂拥抱美好新生活的时候，音效居然以死升仙，我直接笑喷。哽咽。女主把侍卫支走那阴阳怪气的鸟叫，简直不要太逗。这些音效一个比一个离谱，却又一个比一个让人忍不住笑出声。最绝的是，你能想到这鸟叫原来是有台词的吗？导演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序良俗，连夜让后期小哥们回来加班改。思来想去，只能用音效替换，所以只要剧里出现了鸟叫，那指定是在骂人。这设定我愿称之为编剧界的创新典范。就是我们在里面说的一些，就是不是特别能最后配出来的音，他们都给我们添了那个鸟语花香的配音，你们听到了吗？是的。内心的潜台词是好像说了一些脏话，自动给你配了一些鸟叫。这个剧的音效可不只是图一乐，还埋了好多伏笔呢。别的剧都是镜头埋伏笔，我们书卷一梦就是不一样，偏要在音效里埋伏笔。每次女主要死的时候，男主强制去英雄救美的时候，身后必有键盘的声音。继续砍他！为啥呢？因为编剧在改剧本啊！这脑洞我简直想给后期小哥颁发一个最佳创意奖。这剧要是没了这些音效，简直就像吃饭没放盐，少了灵魂。这剧除了搞笑，剧情细看也是逻辑满满，全是细节和伏笔。看到后面我就疯狂的往回找线索。不仅男主被编剧拿捏的死死的，屏幕外的我也完全被编剧硬控了，根本逃不出这部剧的魔掌。虽然这剧颠得很，但都是合理的颠。这种颠中有理的剧情真的太爱了，就连李一桐都忍不住吐槽。我说只有你们想不到，没有我们编不出来。除了那些让人笑到头掉的音效，这剧的配乐也让人上头。女主出嫁时的你拍一我拍一，我们一起做花轿的配乐，简直是魔性洗脑，在我脑子里循环播放。还有女主开启无限循环108种死法时的配乐，同样让人欲罢不能。歌词全是旁白要说的话。哎呦！好奇小哥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读心术？怎么能把观众的喜好拿捏得这么准呢？再瞅瞅这花絮，终于明白为什么书卷一梦能爆火全网了。黑暗的料理只需要最朴素的手法，忙碌了7个时辰的恒师傅，终于做出了满意的料理。好家伙，连花絮都有旁白，从剧里颠到剧外。如今这剧已经播到16集，打死我也想不到，全剧唯一正常的人竟然是第1集出现了几秒的小孩。不过这剧真是越看越上头，让你一边吐槽这是什么鬼剧情，一边又忍不住继续往下看的神奇存在。跪求大佬们，下一部电视剧一定不要改阵容啊！一念关山的制片方彦之，周生如故莲花楼的导演郭虎，宁安如梦的编剧任庄柳，苍兰诀青青日常的美术指导单长斌，长月烬明雨风行视觉总监沈旭峰，你们几个一定要焊死，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像书卷一梦这样的宝藏剧。